接下来5位乐府令，请你们进行开扇表决。如果你们觉得 Anti 一丝丝叶的作品更好，就请亮出你们的字。如果你觉得更喜欢灵犀和 DC 的作品，就请亮出扇子上的画儿给他们看。请表决。5、4比1。哇，我的天哪！让我们恭喜 Anti General 和一丝丝叶本轮胜出，恭喜恭喜！好，4比1。DC 啊，我只能听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可能今天听那个稍微舒服一点，不好意思啊。我会觉得，哎，那种暗暗的感觉，电音我会更喜欢的。我纯属个人爱好，没有别的。但你们表现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两边真的没什么高低的，在这种时候，我只能说技术了。我是觉得他们有改编一点点东西，使原来的东西发生了一个味道上的转变。DC 呢，并没有改变，完全颠覆一个东西，基本上还是在那个状况里。因为王菲在当年，她是一个非常自我感受的创作。他们那个改编加了一些民族的调式，一个唱法在里面。有的东西它只能承受这么多，再多就飞掉了，个人的那个部分就突然变不见了。谢老师。那我们恭喜 Anti 一丝丝叶成功晋级 DC 和灵犀只能暂时待定，谢谢。恭喜恭喜！我个人喜欢 Dirty。这个结果接受吗？接受啊。服气啊，没有什么特别太多的想法嘛，因为好像一道菜，就是大家都来品尝，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张丽阳老师，你是否要使用直达令呢？对。这一块直达令要给到灵犀。因为这一次节目的各个方向在音乐的维度是够的，但是现在 vocal 的层面的话，我还有一些期许。我觉得他对声音的控制能力相当好，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实力的 vocal。有点不知所措，我应该很开心嘛，拿到直达令，但是我又有点伤心，因为我都拿到了，就只有 DC 没拿到，我觉得。接下来对战的主题是薛老师的怪咖。我为什么选怪咖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想打歌，对，就是怪咖那首歌还不算很红，就打一打就好了。啊，但是我也确实蛮欣赏那种脾气怪一点音乐怪一点的人。我非常喜欢有自己的风格，然后我觉得反正不是那种大同小异大家都在用的那种音色。现在请选手上场。A 组全九玉兔轰炸机和段新华出战的曲目是《锦鲤抄》。B 组出战的是 Panda 川子和红格格，曲目《踏山河》。好。哎，先自我介绍一下呗。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玉兔轰炸机。我没有什么事儿啊，介绍早了 ，sorry。段老师太乖了。对。我叫段新华，现在职业是音乐剧演员。然后还会有一些作词作曲，当然也在唱，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是的，目前的时间会写一些商业的作品，比如说像《害怕鬼》这样的歌吧，
他们技术非常强，而且都是科班出来的。像圈9是，我记得应该是星海出来的，人家16年就是超女冠军了。他们的鼓手伯克利的第一派技术方面是没得说的，所有人都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我害怕鬼。好嘞，右边的朋友们，哎，你们倒是颜色蛮统一的哈。我们是熊猫穿红袍。大家好，我们是 Panda。这次基本上来的话，我们心里比如说大概有几个我们觉得哎可以去试验一下的对象，然后我们就会抛出橄榄枝，然后对，先做一次实验。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串子。我本身就是川子的粉丝，在短视频里头，他那个唢呐一吹起来，他那个劲儿就在。然后格格也是在短视频刷到过红格格。要想练这绝世武功，就让人手长人难忍受的。那形象也好 ，vocal 也好，然后还会一些气腔。对，感觉每个人加进去的话，就很有创作空间。这组风格好多，应该不太好融。他们用了很多元素，就是其实音乐里面很忌讳元素多，就怕台上会大家很脏很乱。两组都元素很多，这属于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你们先给对方放句狠话吧，好吧？我们一组出了个对联，上联是玉兔不怕鬼，下联是锦鲤抄家伙。咱们给他整个横批，送你回家。哇，太厉害了！他们组的跟团建一样啊，非常好啊。那我们的上联是熊猫穿红袍。哦，回家路迢迢。哎呦，横批，加油走好。哇，你们已经出来送行了哇！有点大，怎么回事？行嘞，那我们开始了。来 ，Panda 川子红格格，曲目《踏山河》。必胜。长江刺破云霞，放下一身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秋风落日如长河，烟雨行走乱世穿空，卷起所有的烽火，万里山河全都踏过，分分合合几世的春秋，天下又如水手。 长剑依旧在手，战狼依旧在侧，垓下之吻垂泪叹息，把我又奈何？我在十年埋伏思念出歌的时候，把酒与苍天对酌。纵然一去不回，此生又如何？谁见万箭齐发，心田满火焰如昼，刀光剑影交错，而我将出柔弱，乾坤暗落，一笑破苍穹。 乐器之王，他一出来，什么乐器都没了。长相自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望着寒月如牙。 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残骑列甲，血染万里黄沙。
成败笑谈之间，与心事留下。 힘은 상을 덮을 만하고 이게는 세상을 덮을 만하다 思念去歌把酒对酌一去不回此战又如何此阵臭歌把酒对酌一去不回此战又如何 头皮发麻，好合适啊！他们这组就不违和，每个人都很合适。Panda 的话，我觉得他们这次的呈现是很丰满的一个演出，能把电子舞曲能想象的东西全部涵盖了，然后还和说唱结合了，还和传统民族结合。我觉得真是要我做一个这样的作品，我做不出来。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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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就是炸，对不对？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潘的编歌还是来劲啊！哎，中间有一段刚才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中间那段 drop 要来的时候，人家以前都喊扑救天萨，现在是扑救唢呐，是不是？直接扑救唢呐，呐呐呐呐！我那段实在太有氛围了，好听。唢呐这个乐器在自己演奏的时候，它必须要自己独嗨。但今天这个感觉，你一吹出来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搭，让我觉得，哎，我对唢呐有新的认识了，到这种程度。谢谢老师，特别棒。很激动，尤其是朴南虎，是不是？你唱的那个太好听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谢谢。对，刚才的那个声一出来，整个就是非常苍凉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好。就是应该很少有人听过，因为很少有人唱现在这个叫板索里，我们叫盘索里，是朝鲜语是吧？对，朝鲜族的一个唱腔，跟戏腔是差不多的，其实是。大概是个什么腔调？应该是一个。里呀里当斯里当哈达里嘎南呢里当类似这种。哦，这个哇，好厉害，真棒！谢谢谢谢。而且中间的编曲，哎，南虎，你介绍一下，中间有好多这么复杂的这些东西。光说编曲的话，里边的元素是有很多，就包括我们朝鲜族的板索里，还有四五农乐，还有我们那个格格的西 pop、China pop， 然后是电音里的 hybrid trap 也有。一个音乐里面其实并不怕元素多，就是安排。我觉得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对对。他们心里很清楚，互相之间什么时候是配角，什么时候是主角。整个过程当中，我从唢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是在古代，然后到后面到 rap 的部分，到戏曲的部分，我就是穿回未来之后又穿回去了。哎，真的是。对，总之就是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有请全九玉兔轰炸机和段兴华来到舞台，曲目是《锦鲤抄》。转身陪伴着星云流浪，回忆开始后安静遥望远方。黄草覆没的孤星枯桃，云散一缕过往。真实情在这树影摇晃，所有喧嚣沉默都描在画上。从今这一路走到双江，泪水凝成诗行。灯花微亮，笔锋微亮，南回
虚妄，难解惆怅。梦境微凉，情节微凉，迷离幻想，重叠忧伤。原来绝对是因为深藏千年，用轮回换我枕边月。愿记忆停止在枯瘦之间，随繁华褪色，尘埃散落，渐渐的渐渐搁浅。多年之后，我又梦到那天。画面遥远，恍惚细雨绵绵。你在真实中辗转了千百年，却只让我看你最后一眼。我多描摹容颜，燃尽了世界，也让我一人孑然一身，凋零在梦境里面。段老师好深情啊！好了，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女生的那个 vocal 啊，其实一出来的时候有吸引到人的，一下就抓住了。哎，你说我还是那个琵琶，其实我觉得单拉出来她弹也不弱的。我跟你讲，那个鼓手到后面哦，已经达到哦精疲力尽哦，整个台子都在震哦，都要翻天了。我跟你讲，他们每个人单独拉出来，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搭在一起。特别同意啊，我对薛老师，虽然也感觉你们在想要设计很多层次，但是没有达到最开始想要达到的那个效果吧，就抓不到刚才那个演出的重点。而且段兴华老师在这首歌里边没有发挥你的特色。我的感觉，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大齐奏的话，就会有一点没有突出出来某一部分。比如说哪一段solo 是以琵琶为主的，也许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C 位的示意，或者哪一趴是以唱 vocal 为主的，大家的整个的表演状态仿佛更默契一点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会虽然是实验性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再细致一点。谢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个歌对于更有自个儿主导力、更有自个儿性格的作品来说，然后在我们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有力量。这歌原本是个3拍子的歌，然后被我们改了4，因为想要它乐队化一点。然后呢，想要做这种男女生双 vocal 的一个合唱和重唱，在段老师很高的一个音区上，其实在我的偏中的音区上，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力度让它推得更高一点，但是这个氛围没有推上去。对，我觉得那个玉兔非常好的队，他们都有很好音乐素养。其实这样的歌是基于旋律和歌词来的。就是它是旋律主导的，说实话，你3改4， 4改3，怎么改都很难，它是很难通过编曲改变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大家坐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几个谁上去改这个歌都是难的，对，这歌不容易，不容易改，真的。我觉得张亚东老师非常尊重我们努力的这个过程。歌是我们选的，我认；然后这个形式也是我们选的，我也认。包括这种合作方式，但是有老师体谅我们的辛苦，真的非常的感谢他。我们来这儿其实就是为了实验嘛，尝试它肯定会有失败有成功，对，有成功。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这边的心态就是要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它可能几率特别小，但是总是会成功的。我们要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去让自己去头脑风暴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请上一组人员上来吧。好，现在呢，我有令请开扇表决。
3画2字儿啊，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是一个音乐实验，我们只是尝试这样的组合和那样子的组合合不合理和好不好听，所以其实并无关于成不成功和失不失败。就我觉得创新这件东西，它确实需要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希望用我们擅长的方式把好听的东西做出来。只是说这次可能没做好，但我们一定会坚持这个道路。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好，接下来对战的主题是凡间。其实凡间这个主题它比较宽泛，我觉得一方面也是给所有的音乐人一个相对宽松的创作的空间，因为凡间它是很落地的，它是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发生的不管是事件也好，还是情感，在中国潮音的舞台上，可能还是我希望听到一些比较容易传播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作品。A 组的曲目，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闪闪和阿芙楼。与他们对阵的曲目《胸膛》，来自于苏阳老师和薛天龙。就是那种属于摇滚老剧。我可想我高中、大学时候听过。天哪，我最怕评论前辈。可以，一家思考，哎。哎，你看右边那个人像不像毛毛？毛毛。像吗？从他一上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表情，然后他眼镜挂的位置，不是很像吗？大家好，我叫 The Shining， 我是一名电子音乐制作人。我更侧重的是氛围和一些音色的设计。我是每首歌的框架都会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内容也都不会一样的。这个是我能体现出潮的东西。大家好，我是非典型陌生音乐制作人阿芙楼。哎，这个打合成器啊！我的音乐还是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新潮的音乐。我是苏阳，95年我在银川组建第一个乐队。因为我本人的音乐就受西北民歌的影响，也可以说跟民间跟传统发生关系。苏阳老师我太喜欢他了，我20出头吧就听过他的专辑。天哪，就整个70年代、80年代，我最爱的。大家好，我叫薛天龙，来自于浙江歌舞学院。我也是接触乐器将近30年，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音乐人。闪闪感觉要受限了。这怎么比啊？苏阳大哥他肯定的舞台的经验或者他的那种沉稳感，我觉得那组肯定会是有优势的。他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真的是属于元老级别的，而且是大神级别的人物，我都觉得没有可比性。我觉得要打就打强的，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其实跟那个苏阳老师和天龙老师能同台对决，就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是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发的。我觉得享受舞台更重要，心中无敌便无敌于天下。谢谢。哦，好，那句话一旦说出来以后，显得前面那个放话的人特尴尬。祝一切顺利啊！嗨，老师。哎，祝您一路平安的，哎呦，谢谢您，4个字送你，祝你平安，好吗？来，咱们开始了啊！好，我们把舞台先交给 Shining 阿芙楼。
我想选一首小时候我听过的流行歌。你看月亮的脸。原曲表达的内容是人和人离别的时候的一个情绪，可能有共鸣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符合凡间的这个主题的。合作的过程顺利吗？我觉得不能说顺利，还是挺累的。月亮的脸大大的大，有可能的话把这一段再翻一倍。突出你的人生。月亮的脸这一版吗？对，我就不行。我是电影制作人嘛，我可能觉得人声只是其中的一个配器，我不会以人声作为主导。曲子它那个感觉是对的，就是哪怕你多加一个小节，它那感觉都不对。它有些东西它那个兴奋值到那个点了，你再加它那个期待值就又被耗过去了，这个感觉就反而又冗长了。我不是为了炫技才加这个地方，我设计的就是感觉是这样的。唉，就是直来直往，说话就很直。不管你懂不懂音乐，不管你听不听懂这种语言，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原则哈，我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人有画面感、有氛围感。我的想法是我保音乐，我舞台表现能力不用说这么严重，也不见得就是大家多唱两句，这个歌就那个烂掉了。不是烂掉了，就是它有一个期待值，你懂吗？他觉得这样挺好，然后我当时就懵了，说是我审美有问题吗？是我自己有问题吗？我为什么一直在唱反调？但是这个东西就真的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很喜欢电子乐，但是我觉得电子乐的思路和做流行的思路并不是特别的完全一样。我自己做的东西，其实我把人声看得非常重要。就是他怎么想，我不管，违背了我们的一个初衷。你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行。我这个年龄，我和他还是有代沟的，代沟还不小，比我大6岁。他看上去很年轻，但是他已经很老了。这人说话有点难听啊。我们俩正好就是正反两面。每次我们俩说话急，他就是对，那你做吧。我这山也是一个小孩，他给我发了信息，我回来时发现小发送好友验证。我说啊，我是说不至于吧哥。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拉回来。第二天，这个楼哥啊、闪哥啊都好了，就这样的。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脸，点点滴，点点滴岁月的书签，天天地，天天地。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走心一点。路漫风笛，在无意义的心机。你看这些小动作很沉醉。拼凑碎句，只是不愿意失去你。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哎呀，我喜欢。月亮的脸偷偷地，偷偷地。
你看，现在开始骑马了，开始跟你。这个也是有内功的。月亮的脸，用月亮的脸，月亮的脸，月亮的脸，后头在改变。他俩的音乐音量的那个控制非常好，舒服，舒服的，很融。到了分手的时间。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脸，到了分手的时间。哦，好听。这首歌当时我们是想做一个比较灵动的民族电子的那种氛围感，用了一些流水感的键盘的音色，也采样了侗族大歌。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我们做的是我们的一个感觉，你会想象到你脑海中有一个特别好的风景，但是就你一个人在正中央待着，是那种感觉。对，就是你刚刚那个动作嘛，你在控制的时候，那个手是腾空式，你怎么想到用气功去控制这个？不是气功，它是一个装置，我们俩一人有一个。哦，我手里戴的这个就是有戒指啊。哦，所以那个动作不是空穴来风，是你们的表演一部分。哎呀，其实我控制就是一个音量，其实我控制音量的时候就可以控制混响它的这个声场的远近。但这个跟身高也有关系哦。如果2米多的人，他那个哦。说实话，我很喜欢你们两个，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很走心。我觉得男生的人生很感人。谢谢。从你开始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你唱歌的投入感。你唱歌是有语气，你有身份的，你会知道自己在这首歌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呢，这首歌为什么听起来这么拧巴呀？我会觉得那个人生迷路了。因为他一直在找人亮，然后他又找到这个歌里的哪段，他突然来这么一下，是吗？对，一开始我们在编曲上的时候就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人声在哪里该出现。最后我们妥协的一个事情就是，前面我们人声作为一个主导，后面我们人声在电子音乐里面作为一个配器。对。但是你们这个合作，我觉得非常好了，已经前边既给他留了空间，后面也有表达音乐。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乍一听可能会有一点稍微有点拧巴，就像大老师说的一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拧巴。
就是你们的配合，什么时候音量一点点的细微的差别，我是能感觉到你们在互相感应。这个感应很细微，但是这个配合看起来是舒服的。因为审美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你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他们俩东西都挺新的，很明显两个人都是具有相当好的创作能力，然后包括阿弗罗对声音的控制能力。所以说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就是在于在他的心里那种寻找是一种感觉，在我的心目中，我就感觉特别替这孩子较劲。应该是那个闪闪，他就是不想让他唱。阿弗罗说：“我就非得唱，感觉那个没有必要唱的地方，他就是生唱，即使那拍子根本就进唱就很难进。两个人在互相的克，好，那么闪闪和阿弗罗，请你们去到备战区，把舞台交给苏阳老师，还有薛天龙。他是吹唢呐的吗？不是，也不吹了，改唱歌了吗？参加这次比赛呢，实际上是带着很多才艺过来的。笛管、唢呐、笙箫埙、琵琶、古筝、二胡管。我都会。最近比较痴迷于三弦儿，所以说我在上面想展示更多不一样的。国潮的艺术表达形式。我有一首歌叫《胸膛》，胸膛啊，你要是如果能参与的话，我觉得咱们一起合作把这首歌。好的，好的，可以的。这首歌是这样，它的主体就是一个乡情，一个主唱，但是它需要一个和声，那和声挺重要的。它那个形式上，特别简单，就是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已经经过一定的磨练了，加别的乐器进去，反而可能有难度。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竞演的一个平台，包括我在这样的一个作品里的一个呈现，也跟我自己的一个初衷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背道而驰。一队队山鹰打了一仗，翅膀就折了。不知道跌落的那一个，他疼的是翅膀还是胸膛？一队队羊羔回到了圈里，妈妈只舔了一个，不知道剩下的那一个，他冷的是身上还是胸膛？不知道剩下的那一个，他冷的是身上还是胸膛？一对对山鹰儿打了一仗，翅膀就折了。
哪一个？疼的是翅膀么胸膛，不知道跌落的哪一个？疼的是翅膀么胸膛。一对对羊羔儿回了圈，妈妈只添一个，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天，我们很有气势啊！下雪了。天黑了，下雪了，天黑了，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不知道剩下的哪一个。冷的是身上么胸膛。这个范银行在等我，好棒啊！好，是特别好，就直接感动你。我的天哪，写的太好了，感觉他们的词就很灵魂，就很生命，很真实。虽然非常简单，但是这种的气场和那种感受是非常震撼人的。思阳老师的这首歌，它就像有诗一样的语言，但是又像一个寓言故事，能够让人产生很多思考和情绪。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因为看老师的作品呢，就是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在于我每次看见这样的演出，我都特别的自卑。大老师，你千万，我想说的是说，您在台上就安安静静的表达自己，然后并没有那么多杂念。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永远无法做到的。然后这就是您每回像这样的艺术家在台上演的时候，他真的只为那首歌而去表达。到最后我连鼓掌都觉得，我觉得我的手不配给这鼓，我心里竖大拇指。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棒，特别谢谢老师，
我是觉得这首歌的每一句的尾巴都有给人一个留白，因为它确实歌词写的真的就是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你真的想回答，但你一时半会儿还答不上来，所以这种越简单越有多的留白，越会让人觉得很容易进入这首歌的氛围、意境感里面。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互相一看表情都知道进入状况了。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谢谢。谢谢薛老师，谢谢薛老师。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薛天龙老师今天没有吹唢呐，是合唱。这次过来跟那个天龙，我听过他唱歌，我觉得他那个音区跟我那个和声的音区还挺合适的。我说啊，那天龙能不能愿意过来我们合作这首歌？我特高兴，他就答应了。我听了这样的一个歌，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说做出一个决定，我愿意去为了作品而去做一些让步。我觉得一切要以作品至上。是的，真棒。给苏阳老师跟作品都有了足够的尊重啊。薛天龙，我特别懂他在干嘛。他觉得这个音乐其实不用再有什么，他就不想画蛇添足。所以我其实是很理解、很欣赏他的。我想请苏阳老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它的那个母体实际上是我们西北的那个花儿的有一个令，这个令呢叫金金花儿令。金金花儿令呢实际上是一个在西北流传的比较广的，也是一首老的花儿令，好多人都唱过，包括朱中路啊这些老的花儿王。那个山顶上我倒呀的。之前呢，我的3张专辑里面都是有民乐，大量的民乐。像唢呐、笛子什么的，第1张专辑里面都是必备的。这是前些年的事情，觉得走到今天，其实就慢慢的，我觉得在这些音乐里面是有简化的。包括这次正好我没有用民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一个音乐框架里面，融入一种独有的音乐语汇，去进入到一个被更多人接受的一个现代音乐的体系里面，我觉得这种尝试可能是更值得去做的。苏阳，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质朴，他跟情感走得更近，所以我听完整首歌就觉得啊，冷的到底是身体还是胸膛？我觉得大概都是生活里的失意者吧，所以没有什么技术不技术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品真的非常好，非常打动人。谢谢姚董老师，谢谢。音乐里不是把想象填满的一个工作，是如何流出那个想象力。所以有的时候是你听一个音乐的时候，觉得它应该有什么，你觉得它应该有什么的那个就对了，那个是你在参与那个音乐。2位也请来到舞台中间。来吧，5位乐府令。如果你们更喜欢闪闪阿芙楼的作品，就请你们把字亮向他们；如果更喜欢苏阳老师和薛天龙的作品，就把画冲向他们。请表决。3比2。好的，那就让我们恭喜苏阳老师、薛天龙老师直接晋级。实话实说，这样一个有年纪的唱的，并且离今天音乐市场整个没有什么太多关联的这样的一首老歌，一首来自于他那个年代的歌，能够通过潮音，能再次的让更年轻的人去 get 到、吸收到这首歌的养分，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就是立马感动到我们这些岁数的人，也许它是应该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们 get 到，重要的是更年轻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往下走，被下面的人又抓到了，我觉得被知道了，那个可能是重要。我害怕，我对不起。我是挺喜欢的。不出意外的话，各位姑娘的服装应该也是服装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吧？老师们觉得我们今天可爱吗？我要跟服装老师道个歉啊，服装老师，我错了。
截止到现在，所有的对决已经完成了，剩下的晋级名额将从4场对决当中产生，获胜方将会产生新的晋级名额。压力一点儿也不小，因为你是为了大的团体，你肩上所担负的东西反而更多了。他就算他赢了，他也救不了这里的任何人。对，他就能救自己吧。What？听潮音就上酷狗音乐，酷狗音乐就是歌多，小说相声也很多。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中国潮音 ，pick 你最喜欢的国潮音乐舞台。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百度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中国潮音，一起热聊节目话题。上搜 APP 进入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一起讨论潮音吧。用中华万年历 APP 锁住灵感时刻，记录音乐时光。音乐潮不停，智行 APP 带你极速出行。上手机天猫 APP 下拉2楼，抢潮音惊喜好礼。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